展示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召集大家回来开会，是要宣布一个决定。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布展工作都已经结束，不存在干扰布展的问题。全国最有影响的音响展示会，各个参展商的亮相，都在这关键的3天。格力士公司能否达到预期的参展目的，也在这个3天。我起草了一个公告，已经打印出来。刘斌，麻烦你给大家念一下。哎，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评价销售的公告。继第13届北京国际音响唱片大展音响经销商与音响爱好者云集之际，本公司决定评价销售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降至3400元，降价幅度55.26%。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原来的11600元降价至3900元，降价幅度66.37%。每个城市限售1家音响店，每家音响店限售25对音箱，500对音箱售完为止。本公司对格律诗1号音箱的价格调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西欧地区。格律诗音箱品质承诺：一、格律诗公司只生产此一款式一版本音箱，没有第2种款式和第2种版本。二、此平价销售的格律诗音箱与西欧销售的格律诗音箱品质完全一致，如有任何差别，本公司将以零售价3900元的10倍给予惩罚性的赔偿。特此公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以前在该不该参展的问题上，大家已经有过争论了。今天我再次重申这一点。会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吵架，甚至是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散了会以后必须要执行。丁哥，那咱们还能剩下多少利润呢？一对音箱是110块钱，还剩3.2%的利润。3.2%，还没有银行的利息高呢。这生意以后还怎么做呀？银行是年息，而公司的资本效益不仅仅取决于利润率，同时还取决于资本周转频率。眼下，即便是音箱在公司的利润率是0，只要王庙村的农民挣到了加工费，那就有了意义。事实上是音响机柜在养着公司。如果我们要想让音箱日后有可能挣钱的话，现在必须要撕开一个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不这样做，音箱就卖不出去，就不足以昭示格律诗音箱的低成本高质量。我同意降价，但是不同意降到挑起争端的程度。不降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销售一空。如果不销售一空的话，就不足以成事。丁哥，乐盛待咱不薄啊，咱要套件，说句话人家就给了，什么要求都满足，就连价格都给优惠了不少。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让圈里人戳脊梁骨啊？乐盛和格律诗没有恩典基础，我也没有看出来这是恩典，这不过是买卖双方的一笔交易。如果说是恩典，那么需要报恩的恩典就不再是恩典，还是交易。格律诗是公司，不是江湖道场，不经营恩典交易。那扶贫算什么？不是算，是就是你想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扶贫是恩典，是需要农民感恩戴德，那你就进错庙了。这不是民心工程，你也不需要谁的拥戴。丁哥，在北京，我们是外乡人，对乐盛的背景呢，我多少还有些了解。咱格律诗音箱也还依赖着乐盛旗舰套件，不管从哪方面讲，咱跟乐盛找茬，那都是鸡蛋碰石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以后怎么跟人家打交道？
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哈，但是肯定会出事儿。我就问丁哥一个问题：出了事儿，谁负责？这是公司行为，由公司负责。这是少数人的行为，露骨点说，是你的个人行为，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公司。这是股权行为，是超过半数表决权的决定，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作为依据。只要你加入了公司，就意味着你承认和遵守这些规定。那我想问问丁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也可以不请你帮忙呢？可以，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不代表你们了。如果欧阳雪允许修改当时约定的出资条件，我这就可以退席。我不允许。董事长，你要有自己的立场，你要是没立场的话，我们就得陪着你一块当傀儡。你们可以不需要找大哥帮忙，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我委托大哥做我的股权代理，这也是我的权利。我想问问叶总，如果大哥一退席，我就懂音响市场了吗？我就不再是傀儡了？你刚才说到立场，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有立场？当初如果不是大哥答应帮我代理股权，就是再能赔得起的数，我也不会出1分钱。1分钱也是钱，也得先有了信任再说吧。好吧，我执行董事会的决定，但是我保留意见。公告日期定在第2天，避开第1天的预热期。考虑到销售展开以后可能会人手不够，欧阳、世杰，你们可以分别从店里调一些员工过去帮忙。这个期间的工资由公司负责发放，食宿安排好，注意安全。世杰店里人少，我店里人多，从我店里抽调几个就行了。不用不用，你店里出仨，我店里出仨。世杰就别抽调人了，我找2个朋友帮忙，一来都懂音响，拆拆卸卸的手不生；2来可以免费参观大展，他们开了眼界，我也落个人情。具体事宜你们商量着办，不耽误大家时间。散会。格里氏4个股东从古城带来了6个人，对展示会期间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刘冰的情绪很好，他带了2个朋友来北京，或多或少都有些虚荣和炫耀的成分。叶小明的心情则是另一个境地，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强烈的漩涡里，身不由己，茫然无措，不知道这个漩涡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在场外公告栏和1楼大厅的公告栏各贴一份。
3、4、5楼展厅的入口处也各贴一份，贴完以后赶紧回来，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反应了。董事长，咱准备一下吧。酱这么厉害，不这么厉害，太厉害了！你看那音箱不是要换吗？看一看。降价了，哟3000多，1万多降了。哟，降这么多呢？这么大呢？哎呦，快去看看，走啊，看去看看，走，去瞅瞅看一看。走，走，走。哎。 有情况？什么事？格律诗公司刚贴出了公告，在展示会期间，格律诗的500对双组分音箱以批发价3400元、零售价3900元销售。这个价钱谁也扛不住。是啊，500对音箱很快销售一空。咱的店员和前后级工坊是推动格律诗音箱的黄金搭配机器。500的格律诗音箱能给咱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 我马上向总部请示，在展示会期间，咱们这3款机器的价格下调3%，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吧。哎，又是红灯。哎，变灯了，快走走，好，快点。 中国土地销售价格由原来的价格基础下调3%，下调3%。哇，这么低呀！限于本次活动期间。哎，走，走，赶紧去看看。看看去吧，走。路上慢点啊，注意点安全啊！快走吧，走吧。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哎呀，这快掐！掐！可不能在这说了啊！不成。赶紧啊！卖没了，抢不着了！快点，快点！交钱了，交钱了！还有人。 哎，你好，我听说咱们音响降价了，是吗？格律诗音箱啊，我以前专门到他们店看过，当时的票价1万多，比2对乐圣旗舰还贵。你看现在的价钱，哎，你说他们能赚钱吗？嗨，买家没有卖家精，人家不会做赔本生意，只是挣多挣少的事儿。如果格律诗卖这个价钱还能赚钱，那乐圣也太黑了吧！我到现在都还有点不敢相信。我本来也只是打算来看看，开开眼界就得了，可没想到居然会碰上这种好事儿。不过咱也别高兴得太早，好马得配好鞍吧。光那6套斯雷克工坊就值不少钱呢。这一下斯雷克公司可发了。看，格律诗这边刚一有动静，人家的加站广告马上就贴出来，配合的多默契，是吧？对。安静，请听我们赵总向大家解释。这便宜吗？质量质量没有问题，请大伙儿放心。刘斌，来，你登记，我来发货。我正好歇会儿。照这个势头啊，咱这500多箱子1天就能走完。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的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起诉格律师公司，授权总经理赵青出任我方的代表，委托明华律师事务所的蒋汉臣律师为我方的代表。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疑问，都拿出来充分的讨论，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格律师事件的实质是2堆箱子的价值卖了1堆箱子的价钱，这个行为向市场输入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乐盛是以1堆箱子的价值卖了2堆箱子的价钱，这势必要导致消费者心理不平衡，甚至对乐盛品牌的反感和排斥。乐盛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过去所有的努力和荣誉都将被欺骗2个字重新注解。这就意味着乐盛旗舰可能会被淘汰出市场，也就意味着乐盛整个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企业靠的就是一块牌子，牌子倒了，跟着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据我们收集的证据，可以认定，格力士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2项规定：一是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二是伪造商品产地。格力士公司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以乐盛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力士音箱，目的在于排挤乐盛公司，其行为指向非常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第20条的规定，乐盛公司有权要求格力士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主要是证据。只要证据站住脚，胜诉就有把握。我们拆解了格律士音箱，从这款音箱的工艺和材料上看，单凭经验就能断定3400元的成本绝对做不出来。我们把这款音箱先后送到9个音箱生产厂家，12位音箱制造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和技术检测部门分别进行成本评估，取得了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评价结果全部显示，这款音箱的生产成本高于3400元，合理成本应该在4200元至4500元之间。据此可以断定，格力士音箱的成本绝对高于它的销售价。请注意，是绝对的。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我想提醒各位，谨慎、谨慎再谨慎，务求必胜。这和资产负债率有什么关系？如果败诉，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对于债权人而言，资产负债率越低，风险就越小。一旦我们失去了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的能力，在债权人的眼里，75%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等于资不抵债。那个时候，退货的和讨债的一并而来，我们夹在债权人和经销商之间，腹背受敌，不会有半点人情面子可言。格力士音箱用的是咱们的单元套件，得罪了咱们，他们以后还怎么往下做呢？这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吗？他们不必非用咱们的套件，用进口的，用其他公司的都可以。但是他们把咱们乐盛旗舰多年来在发烧友心目中货真价实的形象给彻底毁掉，把格力士音箱质优价廉的形象竖起来了。我对成本评估没有异议，但对诉讼理由中的伪造产地一项感觉理由牵强。这与损害赔偿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揭短骂街之嫌？而且这600万的赔偿要求有没有讹诈之嫌？这些处理不当，有可能贬损公司形象。伪造商品产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的行为。此项诉讼理由的意义不在于跟损害赔偿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于辅助证据链，争取印象分，暗示和强化法官心理倾向。因为受格律士音箱价格的打压，我们现在必须要降价1半，才有可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按每一对音箱1950元的损失来计算的话，那么仅此一项我们就损失了500万。另外再加上停产滞销所带来的房租啊、工资啊、机构无效运转，还有名誉损失费等等，我认为600万元的赔偿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从诉讼技巧上说，虽然诉讼请求是一回事，法院支持多少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对不可不主张。从决胜策略上说，乐盛公司是叫牌的一方，
格力士公司只能跟进，没有选择。600万的争议标的，对他们来说具有威慑作用。以他们那点资产，仅律师费这一项打赢官司也是破产，诉前就动摇他们的心理防线。当然，律师事务所也是高标的的受益者。我有一个疑问：乐盛以格律师既无救援，也没有利益冲突，甚至从优惠价提供套件，以及志伟与叶晓明交往上看，两家的关系还很融洽。那么，格律师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回笼资金的考虑，还是蓄谋已久？如果蓄谋已久，那就说明有战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会被起诉，也知道会败诉，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逼你这种知名企业跟他打官司，道个歉，赔你10万8万的，搞个噱头讨好发烧友，以新闻效应提高品牌知名度，花钱不多，影响不小。但是这个事件不是10万8万的概念，即便按3个月诉讼期计算，直接损失也在300万，够他们破产3次了。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我们败诉，那就是他们的音箱成本合理。这个合理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非神即鬼。我们和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如果乐盛这次不是和人斗，而是和神斗，案子即使败诉了，也是虽败犹荣。格律师事件，无论对方是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都已经把双方逼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我说过，乐盛公司只有矛没有盾，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对诉讼组做如下要求：一，以吃掉格律师公司为目的，以损害赔偿导致他们一夜之间资不抵债为手段，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务求置敌于死地。二，在诉讼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格律师音箱的发烧级设计和苛刻的工艺，既表现我们实事求是的胸襟，又能更有力地说明成本，也为胜诉后运作这款音箱做铺垫。三，在报刊和网上大造声势，充分利用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提升乐盛的信誉和品牌知名度，进一步的巩固市场，强化乐盛公司在 HiFi 领域的权威地位。请问是格律师公司吗？是啊。公司负责人在吗？我就是，我是公司的经理叶晓明。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是法院的，本院已经受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你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今天我们是来向你送达原告诉讼副本，还有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的。完了，完了！价格这个古老的经济杠杆发挥了它与生俱来的效应。叶晓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怎么没人啊？怎么了？不舒服啊？来一下。你先看看。600万，这是往死里整啊！乐盛可不是好惹的，早晚有这一天躲不过去。林宇峰是中国 HiFi 音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不是谁想碰都能碰的。格律师不死，
林宇峰的面子就拾不起来。丁哥呀，他是惹错人喽。这么大个事儿，你给丁哥打个电话，拿个主意啊！丁哥的意思还用问吗？砸锅卖铁也得打呀。可是咱打得起吗？600万的标啊，按15%的诉讼成本算，光律师费就是90万，咱跟不跟呢？别说咱本来就理亏，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啊？丁哥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句过分的话，他呀是宰卖爷田心不疼。你是总经理，你拿个主意啊！咱呢，先不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咱先跟世杰商量商量，得咱们的意见一致了再说。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你去备车，我跟小杨交代一声，啊。好，我听你的。回古城的路上，叶小明一言不发。他心里想，丁元英这位高人都干了些什么？纯粹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一样而标新立异。虚荣，说到底就是虚荣。他是带着一支游击队员在生搬硬套，按正规军作战，扎的架势好看，但根本行不通。就现在的情况看，还能回到起点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想到北京的公司、国外的鉴定、王庙村的农民，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个笑话。师姐，师姐，师姐，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恁俩咋来了？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出事儿了，走，去办公室说。谁呀？有事屋里来说吧。不了，妈，你先睡吧啊！我跟小明说点事儿啊啊，嗯。慢慢的。600万，这可真够狠的。这个，先别说输赢，光这诉讼费就能活活把咱们给拖死。这官司咱打不起啊！这是照死里整啊！打输了是穷光蛋，打赢了还是穷光蛋。林宇峰是什么人物啊？那可是大风大浪里趟出来的，人家既敢捅这马蜂窝，那肯定就得有几分把握。那咱就真的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岳胜没招咱没辙咱，是吧？音响展这一把，咱是冲谁捅的刀子，他就是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你就拍拍良心问自己吧，咱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凭良心说，是。有些事儿啊，你不打官司是没人较真儿，一打官司呢就成了事儿了。像环保、童工、劳动权益保障，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你捂都捂不住。你就是捂住了违法的这一头，你也捂不住音箱生产成本的那头。要不然你成本凭什么比人家低呀？当然，你可以跟法官说，那都是王庙村农民他们自个儿的事儿啊，跟咱没关系啊。但是，王庙村跟咱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咱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俗话说，真的假不了，他假的也真不了。啊，这法官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还由得了你去耍这点小聪明？唉，这要是败诉了，那可就惨了。公司破产不说，还得欠欧阳雪一屁股债呀。这就是当初为什么刘冰他提出要让丁元英投资的原因。啊，这欧阳雪的钱跟丁元英的钱他肯定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咱不说了啊。总之，咱欠丁元英的钱可以欠着，但是欠欧阳雪的钱他就是不能欠着。败诉了，
我损失7万不说，我还得欠欧阳雪替我垫资的18万呢。18万呐，兄弟，我哪年哪月才能挣得来呀？我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哦？败诉了，我还得欠欧阳雪13万。操！跳楼吧！世界还能比咱强点，只欠欧阳雪3万，咬咬牙，好歹还能还上。你说这个丁哥也不知道是咋想的，他净玩悬的。本来这么做着挺好的，非得玩个什么花样，好像不玩花样就显不出他是高人似的。败诉了，这丁元英没有丝毫的损失，不连筋不带肉啊。这情况就这样了，咱说咋办吧？我的意见呢？求和。求和？丁哥你还不了解，他不会同意的。他既然做了，他就没打算求和。问题是咱现在还需要他同意吗？也是他自己说的呀。咱请他说话，他就多句嘴；咱不请他说话，他就闭嘴。咱这是小本生意，经不起他这样的高人耍大牌，咱玩不起呀。求和也不能2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去啊，那总得有点表示啊。我想，10万块钱是一大关吧，表示一下道歉的意思啊，给乐圣呢一个台阶。我毕竟做过乐圣的代理，多少呢还有点人缘。这成不成的，咱起码得试试吧。试试可以啊，我看希望不大。看这阵势，这乐圣公司是要把格力士往死里整。求和就等于是跟丁哥决裂了。这欧阳雪是控股方，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如果求和不成呢？那怎么收场啊？能处就处，不能处也不强求。要是求和不成的话，咱退股。退股？这退股可没那么简单呐！这公司法规定不能抽逃资金，只能转让股份。如果欧阳雪不同意，没人收购，那咱退给谁啊？那他也得讲理吧？是谁的决定导致了公司今天的局面？当初咱就反对，可是他欧阳雪就是不听啊！啊，现在让咱跟他一块儿去承担这后果，合理吗？那咱可是把人欧阳雪给坑了。哎，是丁元英把他坑了，他找丁元英讨说法去，跟咱说不着。此时此刻，这些刚扒上警沿的人，以他们的认知能力，无法看得太深太远，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那好吧，我同意。我也同意。那成，咱现在就去找欧阳雪，马上召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他拒绝求和，咱当场退股；如果他同意求和的话，师姐，你马上去买明天的机票，我跟他去深圳啊，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登门道歉，够规格了吧？刘冰，你到北京去守摊子，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你立马带上公司的手续回古城，那咱可就得摊牌了，咱不能坐着等死。好，只能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办。走，走，走。开门！谁呀？谁呀？找谁呀？哎，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欧阳雪在吗？哎呀，都睡了，这么晚了。我们有急事找他，麻烦你给叫一声吧。哎呀，行，等着吧。谢谢啊。董事长，怎么了？
乐盛公司把咱给告了。到我办公室说吧。咱呢，先不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咱先跟世杰商量商量，得咱们的意见一致了再说。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咱现在就去找欧阳雪，马上召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他拒绝求和，咱当场退股。董事长，怎么了？乐盛公司把咱给告了。你们什么意见？这事儿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乐盛公司提出的是600万的损害赔偿请求，这600万，对咱小小的格律诗公司来说，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诉讼门槛。咱们怎么可能打得起这么天价的官司呢？打赢了，打输了都是死。既然咱打不起也输不起，我们3个商量个意见，求和。格律诗公司拿出最高规格，董事长和我这个总经理亲自去深圳登门道歉，附带10万道歉礼金。当然了，这次求和不一定真的走得通，走不通了，咱再另做打算也不迟。只是丁哥他一直没少给咱帮忙，这次就别再打扰他了。求和可以，但是道歉我不同意。做生意嘛，就是竞争。再说了，咱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事实上音箱也赚钱了，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道歉没有道理。董事长，这都刀架脖子了，咱们就别硬撑着了。你撑得起，我们撑不起啊。你就为我们受点委屈行吗？董事长，公司从组建到现在，有很多事儿，丁哥跟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这你也是知道的。但是所有的事儿，从来就没有一次采纳过我们的意见。现在是非常时期，公司毕竟是咱自己的事儿，这次求和，不管是对是错，希望董事长能够给我们这些小股东一次机会，哪怕就一次，也算董事长承认我们这些小股东的存在。董事长，丁哥的决定肯定有丁哥的道理，无非是想借乐盛旗舰的影响打格律诗的品牌，也是为公司好。如果求和能避免打官司，那咱们不是既省了一大笔诉讼费，又达到了目的吗？其实道个歉也没啥，这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低头的时候啊？如果一定要道歉，只能按照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性质是私下调解协商，不能按照违法道歉。是不是违法，那得法院说了算。如果乐盛不是想置咱们格律诗于死地，我想这个结果他们应该可以接受。如果乐盛公司非要把格律诗置于死地的话，道歉和礼金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就等于格律诗自己承认了不正当竞争，那时候会死得更快。也有道理。我同意。我也同意。行，那就这么决定了。我和董事长去深圳，刘冰去北京守摊子，世杰去订明天的机票。好，请董事长把10万元的支票准备好。
喂，我是赵青。什么？格律师来人了？是董事长、总经理。啊，知道了。林总和我在一起，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啊。董事长，您这是美学的哲学呀。董事长，又有情况。董事长，葛律师来人了，一个是他们的董事长欧阳雪，一个是总经理叶晓明，他们现在就在公司总部的接待室，方秘书正在招待他们，他们是来谈和的。谈和？嗯。他们什么时候接到的起诉书？他们应该是昨天下午接到的起诉书。这么快就来了？这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了。葛律师希望庭外和解，开出个大概价码，可以按商业摩擦不愉快道歉，拿出10万元作为道歉礼金。10万？嗯，买根棒棒糖合适了。这丁先生也不嫌寒碜，怎么答复？这还用考虑啊？送上门的机会得做做秀啊！现在是3点1刻，你去应酬一下。嗯，约定明天上午9点。双方代表在公司会议室正式谈判，然后找几家媒体，明天现场采访庭外调解的情况。葛律师这么做不是不打自招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圈套啊？有圈套也得接招啊！难道他们登门道歉，还能证明咱们理亏不成？就算是商业摩擦，擦伤的医疗费得付吗？论损失，吃掉葛律师都不够填窟窿的10万元，差距太大了，根本没有可谈的平台。他们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作姿态啊？怎么都肉麻，所以做做秀，打发他们回去。请慢走，谢谢方律师，不客气。叶总，快到晚饭时间了，你怎么安排？晚上我随便吃点什么，你要是有事就先忙吧，我还得准备准备明天的谈判。谈判的事我也不懂，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听说深圳有几家饭店挺有特色的，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去看看。行，你忙你的吧，我就直接回宾馆了。来了。喂，世杰吗？是我。我刚从乐盛公司回来，已经约好了明天上午9点正式谈判。不好说。只见到了赵总，表面上呢也看不出什么，人家还挺客气。刘冰已经去北京了，也只能这样了。咱们现在是没有退路了。好吧，明天我会第一时间给你通电话。就这样挂了啊。其实欧阳不是为了吃什么，是以一个就餐的理由待在这里，
观察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特点，然而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了神。叶小明接到起诉书后，既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丁元英，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而是先与冯世杰和刘斌商量出一致意见后，才来通知他这个所谓的董事长。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排斥丁元英，这也意味着他与这3位股东已经走不了多远了。按照他们3个人的逻辑，这场官司只要打起来，打赢打输都是死，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诉讼的发生。那么如果这次求和不成呢？欧阳似乎已经看到即将要发生的事。谢谢。欧阳董事长，请坐。叶总，请坐。你请这么多的记者是什么意思？这场诉讼是中国音响业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在社会和媒体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业内人士和音响发烧友更为关注，这很正常。欧阳小姐，叶先生，欢迎你们到本公司。我们开始吧。李先生，作为普通的发烧友和乐盛品牌的前代理商，我对您和乐盛公司都是非常的敬仰。首先，我要感谢乐盛公司曾经对雅风音响行和格律诗公司的支持，谢谢。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我们2家公司的摩擦，我对本公司的过失感到非常的不安。在此，我向贵公司表示道歉，并愿做出适当的补偿。敬仰一词，与林董事长和本公司都不敢担当，请叶总收回。我注意到叶总谈话里用了“我”、“过失”、“补偿”3个字，我们认为我们是在和格律诗公司谈判，而不是您个人。如果贵公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谈不上道歉和补偿。如果贵公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不是补偿的性质了，而是损害赔偿。我们可以接受道歉赔偿，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道歉赔偿。好，我们先搁置争议，继续讨论下面的问题。我们先假定“补偿”这个词的含义不确定，那么贵公司准备怎么量化这个补偿呢？10万，这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叶先生，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也寄希望于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谈判平台的承载力。我们很遗憾，彼此距离太大了，大到使我们提出谈判条件成为无意义。因此，我们有些认识上的偏差，还需要由法律去矫正。林先生，你们的观点是出于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但是我认为不一定。想想看，如果你们败诉了呢？那么咱们现在的谈判对你们反而会有价值。师姐，谈判破裂了，我现在跟欧阳雪就去机场。这么快？人家是有必胜的把握。林总当着好多媒体的记者说，如果公理都没有了，他就从9楼上跳下去。这事儿啊，咱是哈巴狗扎个狼架势，现在真让人家当狼给打喽。欧阳一见到刘斌，凭直觉就知道将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既然求和失败，格律诗公司已经成了死亡之地，多待1分钟就意味着
多一份危险。董事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直说吧，我们3个要求退股。当然，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我不想辩解什么，也没什么好辩解的。音箱测评啊、音箱说明书这些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去年8月份之前，这个销售利润不抵经营成本，公司一直亏损。8月份之后，销售量上来了，才开始盈利。截止到今年6月，一共盈利是17万，总算是看到点希望。可音响展一下子花出去23万，还是亏损。照这样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就现在吗？手续他们都带来了，也不费什么事儿，免得董事长老挂着这事心烦。行。先生你好，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经理回来了。回来了。你让赵会计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嘞。经理，你找我有事？你带2个人去银行取30万现金送来，路上注意安全。好的。开始吧。这是公司的印章，这是公司办公室和店铺的钥匙，这是世杰负责的货物进出账目，我负责的公司经营账目，这是我们的3份股东出资证明，这是空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您填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借据。你们填吧，我签字。经理，这是你要的30万现金。有你的事儿，你去吧。
你的7万，你们俩给我打个收票。你的17万包括那辆吉普车，当初作价是5万，现在过去1年了，该折多少？你说个数。那车一直都是我自己开，还折啥价呀？按原来的算吧。那好，这个是2万。董事长，您看能不能这样？王庙村的农户一共欠公司31万，把农户欠公司的钱转到我身上12万，这样这一部分就不受公司诉讼的影响了。村里建一个生产体系不太容易，能保多少保多少呗。都在这儿了，你想保哪块自己挑吧。就保这几块最核心的机械设备。总共是14万4千元，超出转让股份2万4千元。你看这样行吗？我把这些农户的借条先拿走，我再给你打一个2万4千元的欠条，1个礼拜之内，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董事长，这边的事儿，你也没给丁哥打个招呼啊？你们不是说这次就不打扰大哥了吗？打个招呼又怎么样？他能挡住你们退国？那我们就走了。嗯。董事长，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个要求，我虽然不是公司股东了，可我还想留在公司里干，给我一个打工的机会行不行？既然公司都垮了，给谁打工去？现在公司不还没垮吗？你要是愿意，你就打吧。嗨，那我先把叶总的工作接过来，明天就去北京。董事长，我先走了。刘斌在承受一种心理压力的同时，也释放了另一种心理压力。他达到了有效的避险与保留希望的双重目的。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你小子真不要脸！我也想要脸，可我真舍不得撒手这辆车，舍不得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真他妈太好，扛不住。刘斌，我说你这可是巧夺总经理的大权呐！我是说万一这次公司没垮，那你这个打工的咋说也是公司的元老。那以后见你，我都喊你刘总，啊？
欧阳用狠狠的哭泣，将几天来心中的沉重挥发了出去。回过头来静静地想，去深圳求和肯定是个错误，那么接受退股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无选择呢？肯定两者都有。但如果刚才他拒绝退股，一定会招来无休止的争论、抱怨、指责，归根到底还是把矛头指向丁元英，而丁元英不会跟他们计较，最终还是接受退股。欧阳怎么也弄不明白，格律诗公司到底是谁要办的事，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路，又是谁需要通过格律诗公司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不能承担风险，却偏要来凑热闹。欧阳越想越清晰的是，不管官司胜败，自己只会开饭馆，也只有开饭馆才是正道。现在去哪儿？去世纪豪园。这事儿啊，跟丁元英打个招呼就算过去了，好合好散。谁是高人啊？我同意你的观点，世杰是高人啊，连资金带人才，给王庙村弄了个生产基地，1分钱工钱都没付。哎，公司垮了可以出去跑销售，万一公司没垮，公司离了王庙村照样玩不转。仔细想想，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算是个啥东西。丁哥图个啥？欧阳雪又图个啥？我晕，我快晕死了。晕？我倒。现在说这些个多没劲呢！当初签协议之前你干嘛不说呀？我也看了，咱们仨呀都属于那烂泥扶不上墙的货。倒，我连晕带倒。你呀，什么时候不给自个儿立牌坊了，我再醒过来。车上有这么多现金和借条，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这看着车。来，丁哥，回来了。来，进去吧。回来2天了，一直忙着呢。来的正巧，我正摘菜呢。都别回去了，我多炒几个菜，晚上就在这吃。不用了，刘冰还在下边等着呢。我们有几句话跟丁哥说了就走。丁哥，我们几个跟董事长商量一下，退出公司了。欧阳雪收购了我们3个人的股份，手续都办好了。我们来给您打个招呼。为什么？乐盛公司起诉了，诉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要求损害赔偿600万。法院前天送来起诉书。昨天我跟董事长去了深圳，今天上午求和谈判失败，下午刚回来。起诉书在董事长的手里，公司的手续我都交接清楚了。自己的事是该自己拿主意。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丁哥您多包涵。你们商量妥了就好，别的没事。行，丁哥您忙着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稍等一下，我有几句话想跟丁哥和小丹说。行，你先跟丁哥聊着吧，我在车里等你。丁哥，有件事儿已经过去2年多了，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不然的话，我老是觉得这心里挺别扭。你还记得那年你跟小丹一块儿去叶小民的音像店拿碟片吗？我那一次对丁哥特别的不礼貌，其实我是在故意的找茬儿。过去的事，我当时是故意的，我是想跟你接上茬儿，拉拉关系，然后再请你吃顿饭，套套近乎。这事儿我现在想起来，我一直觉得是欺骗。不过今天我说了，你们都知道了，我这心里啊也不再压着。谈不上欺骗，原因那次不是说了吗？问你咱俩到底谁诚心？你把原因挤兑得一通拽文，谁不知道啊？都过去了，没事的。林哥，小丹，摘苹果的事儿和退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哎，大哥，小丹，欧阳来了。欧阳，我在厨房呢。大哥，这是法院的文书和他们3个人刚签的退股协议。好，我看一下。你这口饭吃到嘴里还早着呢，别做了，咱们出去吃。我也是刚下班，就这把芹菜到现在还没炸完呢。叶小明他们刚走。知道，刚才路上碰见了。哭了？能不哭吗？公司都成幼儿园了，我又不是阿姨，气死我了。算了，这顿饭我也没心情做了。你们先说事儿，说完事儿咱们去尝一尝你说的那家苗族餐厅。你们2个先送谁啊？都带了这么多钱，先送一小妹回家，然后再把我送到汽车美容院就行了。没想到他们会找那么多的记者去谈判现场，最后林宇峰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说，如果没有公理，他就从楼上跳下去。大哥，现在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您说这怎么办啊？我除了开饭馆，别的都不会干。现在就是没官司，我也管不了这公司，更别说有官司了。先应诉，不经过诉讼不好处理，败诉了简单了，都是人家的，省事儿；胜诉了，公司就值钱了，也简单了。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重组自营也可以，随你了。我咨询过律师收费，从15%到30%不等，600万的争议标的，就按15%计算的话，也得要90万。那还不如把公司给律师算了。谁给你规定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师呢？这个官司不复杂，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地陈述清楚就可以了。萧亚文的素质不错，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跟你们大家都熟。你公司出20万，他就可以给你做诉讼代理。到北京去找他一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那要是亚文能打的官司，小丹也能打吗？能，但不适合。萧亚文接这个案子有和工作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冲突成本低。小丹的工作性质不适合在媒体露面，时间也不好协调。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
大哥，你说咱们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小丹是律师，你问他。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的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问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说不好，我需要思考。我需要思考，我跟元英要的礼物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合法的杀富济贫是不是允许存在的合法竞争？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退股事件，更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徐队长，截图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了，怎么回事啊？前面俩刚打电话来了，说今天不交货，什么时候交货，改天再打电话联系。你们这几天在盯着吧。那这两个家伙比兔子还狡猾。那行，许队长，我们先盯着。好，周伟，人已经上去了，你先盯着。我们先撤了啊，晚上6点过来接你班。明白明白。俩丸子，谢谢。欧阳，怎么是你啊？小丹呢？小丹出差了，她没来。你要是先打个电话，我就不用买盒饭了。董事长不让给你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你出去吃的，在路上有个右转弯进行的标志，我没看见，罚款耽误了点时间就来晚了。没事儿，我也想看看你这边的情况。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就这样呗，咱们下楼吧。马路对面有家餐厅，挺不错的。小丹以前吃过。不用了，你都吃上了，我还不省了请你一顿。小杨，你去打饭吧。那董事长你吃什么？什么都行，晚饭再打个一份。哎，欧阳，坐。好。你一个人从古城开车来的？不是，带了2个跑堂的，他们在音响店等我呢。你们慢慢吃，我到那边去吃。谢谢。找我有事儿吗？岳胜把葛律师起诉了。知道，报纸都登出来了，说葛律师摸了老虎屁股。哎，这事儿可闹大。我把公司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大哥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做我们葛律师公司的诉讼代理，代理费20万。我做诉讼代理，那怎么行？大哥说你素质不错，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他还说这个官司其实不复杂，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说清楚就行。听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不嫌钱少，这个事儿就没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葛律师是丁总操持的扶贫公司，我能有个拍马屁的机会就不错了，哪还敢要扶贫的钱啊？问题是我行吗？大哥让我来找你，肯定是有他的考虑。行不行的先不谈，你先看过这些资料以后，心里才会有数。先谈你能不能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不管从媒体报道还是从时间上，对你的工作肯定会有影响。我担心的是这个。我要是能打赢这么有影响的官司，那我就露脸了，履历表上又多了一项记录，对以后找工作就更有利了。小丹是律师，他对我代理这个案子怎么看？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了。你说吧，我脸皮厚能挺得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快说吧，都把我给急死了。我要是说了，你可不能有其他误解啊。小丹的原话是20万，我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我5万就给你们打了。
他一看我挣钱啊，眼就红了。既然丁总和小丹都这么说，那这个案子就是我能应付的了。行，这案子我接了，但是有个条件啊，再也别提什么代理费了。你看你那可不行，找你帮忙就是因为请不起律师，20万已经很省钱了。要是真请不起律师的案子，丁总在这之前就不会做了，也不会让你来找我。谁都想挣钱，可挣钱不是这个挣法呀。那好，代理费也可以先不谈。你把材料留下，我看看，熟悉一下情况。哦，你在音响店休息不方便，我住的地方你也去过，我把门钥匙给你。下午你在我那儿休息一会儿，晚上咱们再商量。不了，我先把小杨送回去。下午我还想去炊具大世界去看看呢，趁这趟来北京，给饭店采购点东西。我已经知道你这儿了，到你快下班的时候，我过来接你，然后咱们再一块儿去你那儿。嗯，行。欧阳雪和叶晓明是16号接到乐盛公司的起诉书，17号到深圳议和，18号返回古城的当天，叶冯刘3人就转让股份了。不难想象叶冯刘3人对诉讼结果和公司前景的悲观，也不难想象欧阳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时的情景和心情。